在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中，许多人谈论的是算力和参数规模，谈论的是下一代芯片会有多强大，谈论的是模型的参数量是否突破了1000亿。然而冷静想想，现代信息产业的根本支撑从来不是代码，而是电能。一场发生在数据中心背后的能源竞赛正在悄然展开，只是经常被营销和技术热点遮住了视线。曾经，芯片的发展被摩尔定律定义，每18个月性能翻一番，而现在，真正限制人工智能应用规模的，不只是算力的极限，而是电网的容量、水资源的消耗和能源的环境代价。为什么说最后拼的是电力？我们从一个真实的观察开始。荷兰学者 Alex de Vries 分析了全球数据中心出货的 AI 专用硬件，并估算这些硬件的用电量。他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篇研究中指出，人工智能目前占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的比重已经高达 20%。 他进一步预测，如果生产和部署 AI 芯片的速度不减，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可能会翻倍，接近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的1半。这个数字惊人，并不是简单的凭空想象。随着大型语言模型走入大众生活，训练和推理的电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能源消耗甚至有望在今年超过加密货币挖矿的用电规模。比特币的疯狂已经让人们见识过算力换能源的代价，但与之相比，科技巨头投入人工智能的资金和决心更加庞大。电网和企业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压力。国际能源署 IEA 在今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数据中心在2024年消耗了约415台瓦时 TWh 的电能，约占全球总用电量的 1.5%。 他们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945 TWh， 几乎相当于日本1年的用电量。如果按照美国科学杂志的预测，到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可能达到1050 TWh， 意味着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将在短短几年里翻番。IEA 进一步指出，目前部署 AI 的服务器占数据中心电力需求的约 15%。 这种增长速度超过了传统电网的规划节奏，使得许多新建的数据中心无法及时接入电网，有 20% 的项目可能因为接入延迟而受到影响。美国是数据中心建设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麻省理工学院能源倡议的研究指出，美国现在已有超过5000座数据中心，而且还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这些庞大的设施正在吞噬电能。2023年，美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超过了全国用电总量的 4%， 到2030年有可能升至 9%。 一座大型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甚至可以相当于5万户家庭。这不仅仅是能源账单的增加，还对电网稳定性提出挑战。过去电力需求每年增长不到 1%， 公用事业可以稳步扩建发电设施，而如今短短几年内的飞跃式需求使得电网措手不及。连续不断的电力需求意味着传统风谷调节方式不再适用，电力公司不得不延缓某些燃煤电厂的退役计划，导致清洁能源转型受阻。这一趋势已经改变了企业的能源采购策略。微软与能源公司签订协议，计划在美国三里岛重启一个停运的核反应堆，并包揽其未来20年的电力。亚马逊、Meta 等公司也在洽谈购买核电或投资新型小堆核电站。他们不仅希望获得稳定的电力，还要确保能源的碳排放低于监管要求。这些举动表明，为了满足 AI 庞大的能耗需求，科技公司不惜直接介入能源产业。从环境角度看，这场电力之争有更深远的影响。麻省理工学院一份关于生成式 AI 环境影响的报告指出，训练一个拥有数十亿参数的模型，如 GPT-4， 需要巨大的电力，进而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在模型上线后，为数以100万计的用户提供服务，并不断微调，同样耗电。研究还强调，除了电力，数据中心还需要大量水资源进行冷却。
为了保证服务器不因过热而损坏，冷却系统要吸收大量热能。一项估算显示，每消耗1000瓦时电力，大约需要2升水用于冷却。另一项研究指出，与 GPT-3 互动10到50条对话，可能消耗大约半升水。电力和水资源的双重压力直接关系到当地生态系统，在缺水地区尤其显得刺眼。个别使用者的感觉可能没有这么直观，但如果每次使用生成式 AI 都需要消耗比普通网络搜索多5倍的电力，那么当10亿人使用 AI 的时刻到来，整体能耗会急剧膨胀。更夸张的是，研究人员估计训练 GPT-3 这样的模型需要消耗1287兆瓦时的电能，相当于约120户美国家庭1年的用电量，并产生552吨二氧化碳排放。北美数据中心的总功率在2023年从2688兆瓦提高到5341兆瓦，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在2022年达到460，如果按预测到2026年将升至1050，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可能会赶超很多国家的用电量排名。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围绕电力展开新的战略布局。法国在今年2月公布了一项总额1090亿欧元的计划，目标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计划核心是保障稳定的电价，提升电网可靠性，并简化能源项目审批流程。法国本身就是欧洲最大的电力出口国，2024年净出口达到89 TWh。这一巨大电力盈余为法国建设 AI 数据中心提供了坚实基础。法国政府还宣布要在未来几年内再建6座核电机组，2024年核电占法国发电量的 68%。稳定的核电基础不仅能提供低碳的电力，还确保电网高可靠性。于是，英国公司 Fluidstack 宣布投资100亿欧元，在法国建设一个1000兆瓦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完全依靠核电功能。此外，还有一项价值500亿欧元的法合作项目，将建设第2个1000兆瓦级的 AI 园区。这些动向表明，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国家层面的电力规划正在成为新赛道。海湾国家也不甘示弱。阿联酋希望将石油收入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优势，他们计划在本土扩建5000兆瓦的燃气电站，并建设世界最大的1000兆瓦太阳能加储能项目。该国还拥有中东地区首个民用核电项目，已经上线5.6千兆瓦容量。为了平衡数字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阿联酋成立了国家委员会，制定相关监管。然而，在炎热的沙漠环境中，数据中心的冷却消耗巨大。一项调查显示，单是冷却就占当地数据中心能耗的 40% 以上。面对这种挑战，该国不仅在国内投资，还向法国和美国的 AI 基础设施投入数百亿欧元。这种能源和资本的双向流动，反映出人工智能产业在未来全球经济版图中的重要性。日本的故事有些不同。由于土地稀缺、能源资源有限以及核事故后的公众担忧，日本的数据中心目前每年用电量不足20%，但 IEA 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会增长 80%， 增加16%。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用电增长，日本政府近期调整能源战略，提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这意味着暂缓关闭现有的核电站，并准备在既有厂址建设下一代核电站。日本企业也开始在靠近现有核电站的京都、岛根、九州等地规划新的数据中心。与此同时，日本计划在204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翻1倍。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是全球少数要求数据中心公布耗电量的国家之一。这一透明化措施可让政府和公众了解 AI 能源足迹，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日本还推出绿色转型计划，鼓励企业投资能效更高的计算基础设施，并通过补贴引导数据中心布局到可再生能源充裕的地区。这些国家的举措揭示了电力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关键地位，同时也凸显了能源与地缘政治的关联。电力像石油一样，开始决定科技产业的版图。法国凭借核能优势吸引全球投资，阿联酋依托能源富余转向数字经济，日本在可再生与核能之间寻求平衡。背后是各国对能源安全和产业主导权的考量。未来谁能提供廉价、稳定、低碳的电力，谁就可能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抢占先机。与此同时，监管层也注意到了人工智能的环境外部性。美国立法者提出，联邦政府应评估 AI 对碳排放和淡水资源的影响，并建立统一的报告体系。欧洲的人工智能法案要求所谓高风险 AI 系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报告能源和资源使用情况。这些政策的核心思想很明确，让企业和用户知晓每一次 AI 调用背后的能耗，让市场力量推动能源效率的改进。那么 AI 的发展是否注定与高能耗挂钩？答案并非非黑即白。一方面，模型规模的扩大确实带来了更高的计算和能源需求，另一方面，技术社区也在积极寻求效率提升和新型能源解决方案。以下是一些正在进行的努力。首先，算法优化正在减少训练时间和推理能耗。通过更高效的模型架构、参数共享和知识蒸馏，研究人员正努力用更少的运算实现相近的性能。新的芯片设计也在提升每瓦特的算力，例如更适合 AI 运算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 和专用 AI 加速器，使得同样的任务能耗更低。不过即便如此，生成式 AI 的功率密度仍然是传统计算任务的7到8倍。其次，在物理层面改进散热和电力供应。大型科技公司探索利用海水冷却、地下岩洞甚至外太空散热的办法，来减少对淡水资源的依赖。一些数据中心建在北欧、水电或风电富裕的地方，利用寒冷的自然环境降低空调能耗。在炎热地区，如阿联酋，则尝试利用混合冷却技术和废热回收，以降低40%以上的冷却用电比重。还有公司计划在海上部署模块化数据仓，通过海水冷却和海上风电供电，实现近乎零碳的运营。第三，使用低碳电源是长期可持续的关键。前面提到的核电是许多企业看重的稳定能源。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 SMR 由于规模适中，可工厂化生产，有望更安全，被视为数据中心的理想电源。一些公司也签署长期购电协议，从风电、太阳能或地热发电厂直接获取绿色电力。微软甚至与一家融合能量公司签约，希望在2028年开始使用尚未商业化的聚变电力。这些布局既是对未来电力紧缺的提前规划，也反映出企业在气候责任上的压力。第四， AI 本身也能帮助提高能源系统效率。例如，通过机器学习优化电网调度，预测风光发电输出，或者通过智能算法改善建筑空调的能耗。更准确的预测模型可以降低备用容量需求，从而减少燃煤和天然气电厂的运行时间。AI 还能用于材料科学和电池研发，推动更高能效的储能技术。换句话说，虽然 AI 自身耗能巨大，但若使用得当，它也可能成为能源系统减排的利器。在谈论未来方案之前，不妨回顾一下计算机发展的起点，看看电力与计算如何紧密纠缠。1940年代，美国军方资助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 ENIAC。
它并非装在口袋中的芯片，而是占据一个30×50英尺的房间，总重约30吨，有着18000根真空管和数十万只电阻、电容。为了让这些电子元件正常工作， ENIAC 安装了专用的电力线路，总功率达到150千瓦。想象一下，在战时物资紧缺的年代，工程师们在嗡嗡作响的机器间穿梭，调节真空管，控制室里的温度常常因为散热而高得让人难以忍受，这真是一台吃电怪兽。正是这台机器开启了现代计算时代，用巨大的能耗换来了前所未有的运算速度，一次炮弹轨迹计算从手工的12小时缩短到30秒。从那时起，如何用更少的电力完成更多的计算，就成为工程师永恒的追求。随着真空管被晶体管取代，集成电路集成度迅速提升，计算的能效发生了质的变化。Jonathan Comey 等研究者总结出一条经验规律，从20世纪50年代到2000年，计算每消耗1焦耳电能完成的运算量大约每 1.57 年翻一番，10年之间能效能够提升100倍。这一规律后来被称为 Comey 定律。正是靠着这种指数级的效率增长，我们才有了今天能放入口袋的智能手机，曾经占据房间大小的计算能力被浓缩到指尖。然而 Comey 在2011年重新整理数据时发现，进入21世纪后，这种增长开始放缓，能效翻倍的周期延长到了 2.6 年。换算下来，10年间总效率只能提升约16倍。随着摩尔定律的减速和晶体管微缩带来的散热难题，能效提升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松。面对人工智能对算力的指数级需求，我们很难再通过硬件效率的改进来弥补能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科技公司开始把目光从芯片转向电网、核电等能源基础设施。如果说 Comey 定律提醒我们效率提升中有极限，那么物理学家 Rolf Landauer 提出的原理则揭示了绝对底线。Landauer 原理指出，在经典计算机中，删除或合并一个比特的信息必然会产生热量，所需能量与系统温度成正比。他的数学表达式是 E 大于等于 kBT/Ln2， 其中 kB 是波尔兹曼常数， T 是温度。在室温下，该能量大约为 0.018 电子伏特，相当于 2.9 乘以10的-21次方焦耳。这看起来极小，但目前的计算机每次运算消耗的能量仍然比这个极限高出10亿倍。要想逼近这一理论下限，需要发展可逆计算甚至量子计算等全新范式。科学家已经通过操控微小的磁性比特在2014年和2016年验证了这一原理。所以无论硬件多么先进，电能效率都有终点，计算不可能完全无能耗。这种历史和物理的双重约束促使科技界寻找全新的路径。有人尝试用光子替代电子，开发所谓的光计算机，让光在芯片中传递信息，以减少电阻发热带来的能耗。也有人研究类脑芯片，模拟神经元和突触的结构，以接近生物大脑的能效。这样的类脑计算理论上可以在相同功耗下完成更复杂的任务。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叠加和纠缠现象，虽然目前规模有限，但其并行性为某些问题提供了指数级加速，也可能在能效上带来突破。当然，这些新范式仍处于实验室阶段，距离商业化还有距离，但它们表明人类正在试图从根源上突破冯诺依曼架构的能效瓶颈。同时，软件层面的节能也越来越重要。通过动态调整算法的精度，使用稀疏计算和低比特量化，以及根据实际场景选择适当的模型规模，可以在不显著损失体验的情况下大幅降低能耗。例如，一些语音助手会根据对话复杂度切换不同大小的语言模型，既保证响应速度，又节省电池。除此之外，数据中心对水的需求也不容忽视。你可能想象不出1千瓦时电量背后需要约2升水来冷却服务器。与 GPT-3 对话10几次，可能无形中就消耗了半升水。
对于干旱地区，这种消耗比电力更敏感。一些居民曾抱怨当地数据中心耗尽了他们的淡水，于是运营商开始尝试使用循环冷却水或空气冷却，但空气冷却需要更大的散热面积，功率密度也随之下降。工程师因此不得不平衡水资源、电力、土地成本和网络连接等多重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数据中心迁往北欧等气候凉爽、水电丰富的地区，甚至有公司尝试将服务器安置在海底，通过海水流动散热。另一个社会矛盾在于电网容量。单座大型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相当于5万户家庭。在某些县城，新建的数据中心占用的电力容量几乎吞噬了整个县的余量，导致居民和小企业的接入被迫排队。行业研究指出，大约 20% 的规划项目因为无法及时接入电网而推迟或取消。在可再生能源比例不足时，额外需求只能依靠天然气甚至煤炭填补。当我们兴致勃勃谈论 AI 的奇迹时，现实中的电缆和变压器正承受巨大的压力。面对这些约束，创新的解决方案正在出现。例如，一些城市将数据中心的废热接入集中供暖系统，既减少能源浪费，又为居民供暖。还有公司建设负碳数据中心，利用现场的生物质发电并补给二氧化碳。微电网和储能技术也被用于让数据中心在必要时独立运行，通过调节峰谷负荷，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冲击。某些运营商甚至参与需求响应市场，在电力富裕时全速运行，在供需紧张时自动降频，实现与电网的双赢。这些探索说明，人工智能并非电网的敌人，如果设计得当，它完全可以成为平衡能源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解决问题不仅靠工程手段，政策和消费者行为同样重要。未来可能出现类似食品标签的能源标签，要求 AI 提供者披露算法服务的用电和耗水量。这样一来，当我们使用搜索、翻译或娱乐功能时，也能知晓背后的环境成本，并做出更负责任的选择。开发者也可以接受节能编码培训，在模型设计时就融入能效思维。政府则可以通过税收激励引导数据中心落地在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同时加大电网升级和分布式发电投入。就像上世纪大规模推广节能灯一样，可持续的 AI 需要政策推动、市场激励和用户习惯的共同改变。人工智能浪潮的背后是廉价、稳定的电力供应，而这种供应在全球并不均衡。欧洲过去对外部天然气的依赖让各国反思能源安全，非洲和南亚部分地区至今仍有上亿人缺乏可靠的电力，这直接影响了他们拥抱数字经济的能力。能源鸿沟如果不加以解决，可能演变为科技鸿沟。如果把视野再拉得更远，物理学不仅设定了单次运算的能耗下限，还规定了最高的计算速度和信息密度。从抽象的定律回到日常，我曾结识一位从事模型压缩的算法工程师。他除了关注模型的准确率，还经常用功率计监测服务器的用电。他告诉我，早晨喝咖啡的时候，他会打开仪表检查昨晚训练任务的耗电曲线，寻找是否有优化空间。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文本生成模型中有几层是为了适应早期架构而保留下来的，实际贡献很小，于是他建议团队删除这些冗余层。经过测试，模型的准确率下降不到1个百分点，但推理时每个请求的能耗减少了1/3。他还主动与运维部门协商，把批量训练任务安排在深夜使用风电富裕的时段，让模型夜行，白天腾出电力给居民和医院。当他分享这些经验时，我突然意识到，所谓节能并不需要华丽的黑科技，许多不起眼的小改动就能产生巨大的累积效应。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需要光鲜的算法，也需要默默衡量能耗的普通工程师。我们每个人在日常使用 AI 时也有同样的选择权。比
比如在工作中，如果只是需要简单的文本纠错，不必动辄调用庞大的云端语言模型，可以选择本地的小模型。在创作时，如果只是想预览一张草图，就先用低分辨率生成，后续再调整画质。在需求不紧急时，选择在夜间或周末使用云服务，让系统充分利用低谷电力。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节能小技巧，让更多人意识到一次点击背后可能是几秒钟 GPU 运行和数百毫升冷却用水。别小看这些行为，当数百万人一起做出类似决定时，被节约的电力和水资源可以支撑一个小城市数天的生活。就像节约用水、使用公交车等传统环保行动一样，学会对算力的使用保持克制，也是一种新的环保实践。在制度层面，透明度越来越受重视。欧洲议会已经在立法中要求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公开报告其能源消耗和资源使用。这些规定不只是行政程序，他们会迫使企业公开每一次模型调用的能耗，让用户和投资者能够评估其环境足迹。久而久之，算法的能效将成为市场竞争力的一部分。谁能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提供更低能耗的服务，谁就能赢得信任和市场份额。媒体报道过美国东南部一个真实故事，某座小镇在短短一个夏天里经历了多次停电，居民以为是老旧线路的问题。后来调查发现，镇外新建的一个超大型数据中心在进行大规模模型训练，每当夜间气温升高，空调和服务器一起满负荷运转时，老化的线路便频繁跳闸。最终，镇政府不得不提前升级输电线路，并与运营商协商，将训练任务分散到更凉爽的季节。虽然这是一个孤立，却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与社区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智能的算法也需要真实的土地、空气和电网支撑，科技的扩张必须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随着 AI 应用场景的扩展，计算的分布方式也在变化。传统的云端模型需要将数据发送到远方的数据中心，再返回结果，这不仅消耗服务器电力，也消耗网络传输的能源。近年来兴起的边缘计算尝试把部分智能放到用户终端和边缘服务器，例如让手机芯片自主完成语音识别、图片分类和简单翻译，不再完全依赖云端的大模型。这样做既能减少数据传输带来的能耗，也能保护隐私并提高响应速度。还有一种名为联邦学习的技术，让各个设备在本地训练模型，并只上传参数，不上传原始数据，既减少了带宽使用，又降低了集中训练的负荷。将 AI 推向边缘，看似降低了单个模型的能力，却让整个系统更加节能可靠。人工智能从来不是抽象的，它与我们的电费单、与小溪的水位、与夜空中的星光都有牵连。也许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强的芯片，更需要更温柔的技术观，在追求创新的同时学会节制，让每一次计算都更有意义。面对这些宏大的议题，我们的个人行为似乎微不足道，但每一次使用 AI 都在推动这场能源博弈的进程。当你打开智能助手生成图片或让它回答问题时，背后是无数服务器在消耗电力和水资源。当你欣赏算法推荐的音乐或短片时，也在塑造这一行业的需求曲线。理解能源与计算的关系，能帮助我们做出更有意识的选择，是否在简单任务上调用庞大的模型，是否支持绿色能源项目，是否在公司决策中考虑能效。历史告诉我们，技术与能源始终相伴而行。科学告诉我们，能效提升有极限。现实告诉我们，全球电力格局牵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当我们真正明白 AI 最后拼的不是算力，而是电力时，才有可能让这股力量以更加可持续、更加平衡的方式改变世界。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能源效率的提升容易被所谓的反弹效应抵消。历史上很多技术节能改进最终导致总体能耗增加。汽车发动机更省油后，人们行驶的更多，
空调更高效后，使用范围更广。同理，如果 AI 模型更高效，人们可能会使用更多 AR 服务，并催生更多应用场景，使总体能耗继续上升。因此，节能技术必须与适度的使用和清晰的监管结合，才能真正降低总体能源消耗。从全球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公平与包容。IEA 估计，目前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有 85% 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浪潮中的份额还很小，但他们也在迅速建设云计算和 AI 基础设施。如果过度依赖以化石燃料为主的电力，可能加剧气候风险；而如果过快禁止新型 AI 业务，有可能错失经济机遇。如何在满足增长需求和实现低碳转型之间取得平衡，将考验各国的政策智慧。讲了这么多数字和政策，不妨回到每个人熟悉的场景。打开手机和电脑，每天我们都会与智能助手聊天，生成图片或让算法推荐歌曲。看似无形的数字服务背后，是一股股看不见的电流和一滴滴水。正因为资源在真实世界中并非无限，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考虑物理边界。没有电力做支撑，再强大的算法也难以运行；没有足够的清洁能源，碳排放的阴霾将笼罩科技的光芒。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有能源革命的影子。蒸汽机的普及建立在煤炭的广泛开采，电气时代依赖于大规模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如今人工智能正酝酿新一轮生产力变革，电力再次成为关键资源。不同的是，这一次全球社会意识到必须在技术进步与环境可持续之间找到平衡。各国的能源战略、企业的投资决策、科研界的技术突破以及用户的使用习惯，都会影响 AI 时代的能源途径。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是参数和算力的竞赛，更是一场电力与碳排放的竞赛，也是一场人类智慧与自然资源的对话。因此，当在有人谈起算力决胜的时候，不妨提醒一句，决定 AI 上限的不只是晶体管的多少，还有电表上的指针。在算法的光芒背后，电力正在悄悄成为最重要的筹码。谁掌握了足够的清洁电力，谁就有可能赢得未来的智慧竞赛。反之，即便拥有最先进的芯片和模型，如果电网吃紧，水资源稀缺，也许只能望洋兴叹。未来的 AI 之争，也许不是谁的参数更多，而是谁的电更足、更绿、更可靠。理解这个事实，是走向可持续人工智能的第一步。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人们谈论人工智能时，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哪家模型更大，算法升级得多快，而是他们背后消耗了多少电，用了多少水，排放了多少碳。那样的时代才算真正成熟，不仅崇尚突破，也尊重边界。无论你是工程师、创作者还是普通使用者，都可以从此刻起留心电的故事，因为每一度电的去向都在悄悄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记住，每一次点击生成一段文字，每一次生成一张图片背后，服务器都会运转，电表会轻微跳动。这些微小的动作叠加起来，构成了全球能源系统的一部分。珍惜资源和拥抱创新并不矛盾，而是我们前行的两个方向。当你关掉一个不必要的应用，优化一段代码，或者支持一项清洁能源政策时，你就在为人工智能的可持续未来贡献力量。这份力量也许不易察觉，但它会在时间的长河中积累，成为改变世界的涓滴。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